众所周知，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作为其继任者的俄罗斯在综合国力上早已无法跟曾经那个让世界颤抖的红色帝国相提并论，甚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还有一种近乎于抛弃尊严的方式，祈求加入西方阵营。可是西方国家却态度冷淡，他们非但没有接纳俄罗斯，反而还要将它置之死地而后快。这30年来，北约东扩是一轮接一轮，现在更是直接把枪口顶到了俄罗斯家门口乌克兰。以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无法理解，作为胜利者的西方为什么不张大怀抱，大大方方地接受失败者的启降呢？为什么非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事实上，所谓的西方仇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西方阵营内部，对俄罗斯的态度其实分成了好几个派系，每个派系对俄罗斯的仇视程度又各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以阵营来划分，为大家逐一分析一下西方仇视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以及现实利益考虑。首先要来说的是西欧国家。西欧国家是西方阵营内部对俄罗斯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的一派，比如说默克尔执政时期就经常跟普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西欧阵营跟俄罗斯之间有点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跟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欧国家既忌惮俄罗斯这个蛮族强大的力量，却又在精神上蔑视其出身，而俄罗斯对待他们的态度正好相反。这个国家经常在力量上蔑视西欧，却又在精神上无比地仰慕对方的文化。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历代俄罗斯沙皇都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要带领俄罗斯融入西欧阵营，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拒绝。而双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拧巴的关系，还得从历史上去找答案。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因素。众所周知，西欧国家普遍信奉的都是天主教跟新教，而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东正教文明。公元1054年的时候，东正教跟天主教因为教义分歧以及利益纠纷，最终双方互相开除教籍，老死不相往来。虽然彼此信奉的都是上帝，但在对方眼里却跟异教徒没有多大差别。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功攻陷了基督教圣地君士坦丁堡，以君士坦丁堡为大本营的东正教被伊斯兰教所取代。持续了400多年的两派之争，最后以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落下帷幕。天主教短暂地统一了基督教世界，然而天主教会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奥斯曼并没有就此止步于君士坦丁堡，继续向欧洲腹地巴尔干推进。罗马教皇面对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头两个大，病急乱投医之下，他把目光转向了当时东欧平原上冉冉升起的基辅罗斯公国。基辅罗斯公国是维京海盗跟斯拉夫人的后裔，在当时的欧洲文明人眼里，这就是蛮夷呀。可面对日益逼近的奥斯曼帝国，罗马教皇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打算跟基辅罗斯联姻交好，拉拢他们一起对付奥斯曼帝国。然而当时欧洲的贵妇们谁也不愿意嫁到那疙瘩，这就让教皇犯起了难了。所幸教皇没有为难多久，就有人毛遂自荐替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有一个叫做索菲亚的王国公主跑到了罗马教皇的地盘上去寻求庇护，并在那里住了几十年。索菲亚公主是个有野心的人，在她看来，与其在罗马寄人篱下，不如到基辅罗斯去搏一把。教皇一看，老是老了点，但好歹也是贵族血脉，准奏。可教皇想不到的是，这一嫁就嫁出了个大问题。在这个索菲亚公主的影响下，当时还处于文化沙漠阶段的俄罗斯人很快就全体皈依了东正教，而当时因为国破家亡正在四处流落的东正教徒也迅速从四面八方往基辅罗斯公国汇集。这些可都是当年东罗马帝国的精英啊，他们的到来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大量的典籍、人才和技术，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基辅罗斯才第一次真正与先进文明接轨。除此之外，他们的到来还给当时只知道混吃等死的俄罗斯人提供了奋斗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俄罗斯人就是蛮夷。面对来自文化高地的蔑视，俄罗斯人也十分的自卑。然而东正教来到俄罗斯之后，他们就重新找到了定位。自那之后，俄罗斯人开始以东罗马帝国正统自居，号称第三罗马，对外宣传要以恢复罗马帝国的霸业为己任。老子是罗马正统，你们才是逆贼。
这种做法就好比春秋时代的楚国建越称王，在南方搞了个小西周，跟周天子平起平坐一样，这可着实把欧洲人给恶心到了。当时西欧方面也有一个罗马正统，那就是由日耳曼人建立的那个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双方围绕着正统之中，天天打，日日闹，就这么一直磕磕绊绊走过了几百年。几百年下来，双方在磕磕碰碰中也找到了一些相处之道。这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文明冲突，而不是很多人臆想的地缘政治矛盾。因为俄罗斯人几百年来很少在西欧那里占得过什么土地，并且俄罗斯人也缺乏这方面的意愿，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近处争夺中原霸主的关系，要的是你服软叫爸爸，而不是非要你死我活。所以只要东正教文明愿意服软，还是可以合作的。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西方的无底线亲近，对西欧而言几乎就是这几百年来最大的胜利了。他们没有一将胜勇追穷寇的意愿，相反，双方之间在经济和军事上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如果能把俄罗斯收入麾下，对西欧而言将是大大的利好。所以西欧这一派向来都是比较温和的。当年逼迫乌克兰签订麦国条约、明斯克协议的也是他们。俄乌战争之前四面救火，两方斡旋的还是他们。总之，这一派的观点就是，俄罗斯不能变强大，但可以在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跟西开展合作。与西欧派系的温和态度不同，欧盟中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为首的东欧派系国家则恨不得要将俄罗斯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国家在过去几百年时间里是俄罗斯扩张的最大受害者，在他们那里对俄罗斯的仇视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二战的时候，这些国家甚至还一度充当了纳粹德国的帮凶，一起入侵前苏联。可见在他们眼里，俄罗斯人还不如纳粹呢。别看现在俄罗斯半死不活的，可万一他哪天再次崛起呢？这些国家岂不是要再次体验亡国套餐吗？俄罗斯这种绝境翻盘的戏码已经在历史上上演过好几次了，谁能保证这一次他不会再触底反弹呢？所以在他们眼里，死掉的俄罗斯才是好的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仍旧具备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只有俄罗斯再次解体，分裂成一堆破碎的小国，这些东欧国家才能够高枕无忧啊。这帮东欧国家正是如今西方反俄潮流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疑惑，这怎么可能呢？东欧国家在综合实力上跟西欧国家相差好几个量级，为什么他们反而能够牵着欧洲的鼻子走呢？可千万别看这些东欧国家实力不怎么样，然后他们却在西方阵营中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先来说说他们在欧盟里的地位吧。对于西欧而言，东欧国家是苏联身上掉落下来的遗产，在苏联解体后就被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西欧，尤其是德国纳入自己的经济版图之中。依靠这块经济殖民地的输血，欧盟才能够得以成立。他们的地位就像是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虽然看着不怎么样，可如果没有他们源源不断地向东部的沿海经济发达区提供人口和资源，这些地方也未必能发展得这么好。所以别看他们穷，但是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为此，西欧国家在处理俄罗斯问题上，有时候就不得不顾及一下他们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些拖油瓶的存在，西欧跟俄罗斯早就败完天地了。更绝的是，他们不仅能够影响西欧国家，有时候就连美国也不得不受他们的裹挟。美国作为英国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在对待欧洲的问题上，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继承了英国的离岸平衡手策略。这些年来，老美一直都以分裂欧洲为己任。当年欧盟成立的时候，美国就使尽阴招，百般阻挠，可奈何大势不可为呀。欧盟成立后，美国只得退而求其次，让英国和东欧国家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在欧盟内部掺沙子，让他们始终无法保持团结。而东欧国家呢，他们对美国也是有需求的，因为要对付俄罗斯，他们只能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持。众所周知，欧盟跟苏联一样，都是个瘸腿巨人，强于经济而短于军事，他是不可能也没有意愿给东欧国家提供这方面支持的。所以东欧跟美国之间可谓是郎有情妾有意，各取所需，一拍即合。而美国为了争取这些东欧国家的效忠，他也不得不在俄罗斯问题上保持强硬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对俄问题上第三方美国的态度。笔者认为，自从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在处理俄罗斯问题上就一直处于一种神经错乱的状态。他国内明明有很多高明的战略家，如冷战之父凯南、政坛常青树基辛格等，都已经看出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对美国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些人都曾建议，趁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亲西方氛围空前高涨的千载良机，对俄罗斯进行适当的拉拢，把这个昔日的敌人拉拢过来。可美国战略界就是不听，他们依旧固执地认为俄罗斯的威胁非常大。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苏联死得太突兀了，让美国的战略界陷入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状态。无敌是寂寞的，可是无敌也是茫然的，最大的对手都没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而当时美国的战略高层都是冷战时期培养出来的精干政治家，他们最大的专业就是研究怎么对付俄罗斯。老对手的突然离去，让他们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呀。就算俄罗斯变成了一只温顺的 Hello Kitty， 他们也硬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欺骗世人说这是一只龇牙咧嘴的花斑猛虎。也正是因为这帮人的一己私心，错过了一个长达20年的战略机遇期。更可怕的是，就在美国将俄罗斯人拒之门外的同时，西欧方面的萨科齐、默克尔却在偷偷地给普京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我们前面说过，西欧国家是很热衷于拉拢俄罗斯的，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而且俄罗斯目前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正合他们的心意。如果能把俄罗斯纳进欧洲的经济体系中，那欧盟的实力将会天下无敌呀。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帮人甚至想一度联合普京做空美元，抛售美债，想要让欧元彻底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那时候，一个俄欧陆的雏形已经隐隐约约出现在了世界政治的地平线之上。直到那时候，美国人才幡然醒悟，急忙拆散俄欧联盟。可他们的办法却不是拉拢俄罗斯，而是进一步在乌克兰引发颜色革命，制造欧洲跟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旦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乌克兰局势就会迅速降温，俄罗斯跟西欧又会勾勾搭搭。结果呢，美国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再一次下场煽风点火，制造对立，从而放弃了对其他目标的攻略。而这也就造成了美国在与我国的博弈中不能够专心注入，一以贯之。美国人应该很后悔当年把俄罗斯收下该有多好呢？